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能不能通过看中文电视剧学习中文。我的答案呢是能也不能，这好像是说的废话，但事实就是这样。首先咱们说一下为什么不能，我要从5个方面给大家分析分析。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多中文电视剧值得去看，这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偏见，而是这么多年来对中文电视剧的观看也罢，观察也罢，我觉得中文电视剧还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浮夸。这个浮夸体现在很多剧情上，它会比较狗血，没有逻辑，就为了寻求很多冲突啊，故意夸张夸大，然后和现实比较脱节。中文电视剧有一个说法，就是国产电视剧里面没有穷人，好像都喜欢拍这种有钱人，或者就是感觉好像是普通一个上班族，他的生活条件都比在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普通的生活条件好了太多太多。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点而已，我并没有说一棍子打死就是所有中文电视剧都不够好，其实肯定是有一些中文电视剧比较出色的，就像很多朋友在我视频底下给我留言提到过的这个《陈情令》《山河令》，还有好多朋友好像特别喜欢《30而已》，这些都是比较优秀的电视剧啊。因为毕竟说实话，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像中国人常说的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你喜欢的东西未必我会喜欢，我不喜欢的东西未必你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中国电视剧并不是那么的值得去看去学习。还有就是中国电视剧的类型其实也挺多的，还有一些类型片啊，它对国外的观众并不是特别友好，比如说这些盗墓片儿，还有谍战片儿，还有一些刑侦剧，这些都完全植根于中国的文化、这历史等等。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话，好像应该是比较难理解其中的真正精彩的地方，所以对外国观众而言就不是那么的有吸引力。这些类型片反倒是做的比较好、比较出色的。反观比较容易为大家所接受这些古装片呢、爱情片呢，还有家庭片等等，相对做的都比较浮夸，然后比较狗血的比较多，所以难免就有这种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多电视剧会特别吸引人。这个就是其实最开始的一个根基啊。要是很多电视剧你都觉得不够吸引你，不够让你觉得能投入进去，那你从何谈起去学习它呢？对不对？就像我之前学法语，想通过法语电视剧学习法语，然后看了一大溜这个法语电视剧，看了他们的简介呀、片花，还有剧照什么的，都很难引起我的一些兴趣。首先要兴趣了没有，你觉得这个电视剧都没法引起你的兴趣，你觉得都不够好看，你从何谈起去学习它呢？对不对？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原因，咱们接着往下谈。第二点就是这古装片，这古装片一般就融合了爱情啊、武侠的成分嘛，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陈情令》啊、《山河令》都包括在其中。但是这个古装片对于学习中文有一个特别不利的地方，就古装片它的台词呀，采用的是一种文白夹杂的这么一种方式去说的。什么叫文白夹杂？就是采用了一些古代的汉语的说话方式，在现代的汉语的方式夹杂在一块儿，然后形成一种特有的独特的说话方式。而这种说话方式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在平常说话的用的那种大白话，所以你就算学会了，你要和中国人用那种方式交流的话会很奇怪的。因为比如说在下某某某，你为何来到此地等等，这种说话方式就特别奇怪的，也不是特别适合学习。第三点，台词，其实不管哪种类型的电视剧啊，因为它首先讲究的是冲突，很多时候大起大落，情绪啊感觉都是这样，所以会讲究很多声情并茂，是声嘶力竭，会有很多情绪情感的宣泄，然后你感觉他们说话好像总是比较用力使劲儿，这就和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说话方式是有区别的。因为怎么说，电视剧它也是一种艺术形式，艺术讲究的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所以高的话它肯定是有区别的嘛，对不对？这种感受其实就在我看了不少日剧啊、美剧之后感受比较强烈。因为我通过看日剧、美剧学习英语或者日语，但是我发现在平常接触日本人或者
美国人他们说话的方式，其实和在电视剧里的说话方式并不一样，很多时候都是平平的，然后说话的节奏等等感觉都很不一样。所以你要听习惯了这个电视剧里头的说话方式，你再听这个现实中人们说话的方式，你会感觉有很大的差距，然后很多时候很难适应。所以就算你能听懂电视剧里的台词呀、对话等等，但到现实生活中，面对一个真的人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听他说话感觉还是会不一样，很多时候还是听不懂。原因啊就在这里，因为这是两种体系，台词和现实生活中它是两种说话的体系。因为台词怎么说，它是编剧编出来的，编剧的水平是有差别的，而编剧的听力不是说能不能把这个听懂的听力，而是对现实中语言能抓取，然后放进耳朵里消化之后重新输出这种能力，它是有区别。每个编剧的水平都是有区别，有些编剧写出的台词特别的假，特别的浮夸，根本不像一个真的人会说的话一样。你要是这种台词听多了，你说出来的话会感觉不伦不类。第四点就是电视剧的娱乐属性。电视剧嘛，它本来就是一个娱乐的方式，它通过画面、台词还有背景音乐什么的合在一块儿讲故事。它的主要目的是讲故事，让大家沉浸在故事里面。而因为它本身的属性是这样，而且它制作出电视剧的目的就是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沉浸到剧情当中去。所以你说通过这个来学习语言是很不切实际的，因为你很容易被剧情带走。因为人一旦投入到剧情里之后，你很难就是说不想知道后面的剧情是怎么走向的，你肯定很容易被剧情给推着走、拖着走、拽着走，怎么样都是走，但是你会随波逐流啊，随着这个剧情往前走，你很难在一个剧情点上、一些台词上停下来好好的学习。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因为这是和电视本身的出发点、它的目的相违背的。而一个人他的意志力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强，人喜欢休息，喜欢娱乐，而不喜欢学习。而这个时候休息娱乐肯定能在大多数时候压倒你学习的动力。第五点就是电视对话的形式，因为大家都知道电视里有很多对话，感觉有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对话，你觉得这应该是很适合我们学习语言吧？因为语言就是交流沟通的嘛。但是其实恰恰是因为电视这种对话的形式，它反倒不利于我们学习。怎么说呢？因为电视里这个对话呀，和我们作为观众、作为学习者呀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它只是电视剧情里面人物之间相互的对话，我们并不能参与。也没有说好像电视剧里面人和我们说话，我们好像需要调动自己这个语言库去和他对话一样，不是这种形式。我们更多时候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只是在听。比如说我想让我儿子学会英语，我不可能只是简单的给他放一些英文动画片让他去看，他就能学会了。因为他看，他只是在听或者看，他没有沟通交流这么一个过程的话，他是没法把他看的这些东西转化过来的。很多时候看的只是左耳进右耳出。所以我之前在一个视频里说过呀，什么样的视频啊最适合学习中文呢？就那种感觉面对面聊天一样，是感觉是有眼神的接触的。大家看我的眼睛，看我的笑，对，感觉我是在和你说话一样，我在和镜头对面的你在说话一样。这种状态你不自觉的就得调动一些这种语言库里的东西去进行哪怕是下意识的对话。咱们现在已经说了5个不能，再来说一下2个能。为什么能通过电视剧学习中文？怎么学习？第一点，锻炼听力，特别是对中文才到中级水平的朋友们特别适合。怎么说呢？因为电视剧里面演员他发音相对都比较清晰，很多演员他是经过专门这个台词训练的，台词功底很深厚，然后他说的话会比较清晰，比较响亮，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都特别的分明。另外一点，就除了这些台词功底很深厚的演员，很多演员在电视剧里的声音并不是他本人的声音，而是配音演员的声音。这点大家得知道，就是你看了很多电视剧啊，
有些里面人物说话的声音并不是这个演员的声音。你就像《山河令》里面2个演员的声音都不是他本人的声音，而是配音演员的声音。然后这些配音演员他是专门上学学过配音的，所以他的配音水平是很高的，发音也特别清晰，特别适合大家入门去练习这些听力。对于练习听力的话，你一开始就听那些说话不怎么清晰的、很含糊的又特别快的话，你会特别容易丧失这个动力，丧失这个信心。所以电视剧特别适合练习大家的听力。第二点就是口语，这个其实我之前讲过，就是学习任何一门语言最好从一个人开始，你最好要找到一个和你音色都比较接近这一个人作为你学习语言的偶像。你可以去模仿他的说话方式，他说话的节奏，说话的速度等等，你慢慢让自己这个嘴巴适应说中文。要学习的话，要模仿的话，有什么比这些台词功底很深的演员或者这些专门的配音演员更好的呢？他们说中文肯定是说的最好的，所以你可以通过你喜欢电视剧找到其中一个演员或者他的角色啊，因为他可能并不是本人的声音，这个角色你把他的片段给截取下来，反复去听，去模仿，去影子跟读。因为大家学习中文面对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读听写，而是说，很多时候说不出来，就算脑子里有话，但是转换到这个嘴巴把它说出来之后，会很怪，很不像中文。同时深受你母语发音的影响，你会听得特别有浓重的外国腔。这个时候怎么纠正呢？就需要找了一个语言偶像。语言偶像，我觉得在电视剧里找是最好的方式。我自己本身我是一个南方人，所以一开始我是带有比较浓重的这个南方口音的。但是呢，我也去找我的语言偶像去改正我的普通话。我的偶像就是陈道明，有些看过《庆余年》的朋友就知道，里面演庆国皇帝的那个演员就是陈道明，他用的是本人的声音，因为本人声音就特别好听，他台词功底特别深厚，发音很清晰，然后感觉很浑厚，特别适合大家去模仿学习。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学习偶像，你就可以找他，然后呢，咱们就变成师兄弟了，有同一个师傅。以上就我对能不能通过看中文电视剧学习中文的一个看法，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启发。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相同的看法，都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和我分享一下你的想法。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下次再见。